推上去，在这里就要起跳。哦。哇！吓我一跳！好快！哇！我们冲完一趟练习跳台的一个 run 了，好爽哦！这一整个 run 我们都在练什么 popping， 不是 popping， 是帕巴 nollie ollie 跟一些小跳台，哈，好棒好棒，感觉要升级了。他刚还去撞旁边的铁杆，不知道有没有拍到。好了，现在来吃饭了，要进行锁板大作战。新板锁起来啊！看谁敢偷啊！锁好我们的板了，怎么样？钟林大大每次都不认真上课的，这一次难得终于认真了。毕竟他可是传说中的结构训练师之王啊。没错啊。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小心得要分享？再确定一次自己如果做不好的地方啊，然后重心会放后脚啊，然后会推屁股啊，叫哪一个点要再注意。还有跳台都会很害怕。你刚刚就越来越好了。我有跳高，我是多试几次就敢跳。我是看到那个影片，他往前翻就送医院，然后就你不要看太多那种影片，很可怕哎，所以我就不敢跳。现在吃饭，教练连吃饭都在教学。要early education， 所以你们有时候会回山回过头，板子在这边。午后遇到这群在 cosplay 的，嗨。现在教练在带我们做一下 pop 的感觉，要不然我们都乱跳，很丑。好难哦！同学们，温柔一点。哎，有了，那个声音。学会了，太简单了吧？看看我的同学了，真是没天赋。哎呦！哎，原地很好。哎！我会追你们。漂亮！休赛也是往后躺。哎，有了！我觉得稳定很多。对。还有。还有上面。走这个。不要拧脚哦，前后脚哦。对了，坡可以走，轻跳一下。哎呀！啊！左边还有一个，多来一点。刹车，然后蹲，刹车，对了，再刹一点，蹲，啊！这起跳是顺的，对，站起来就帅了。哇，好爽哦！刚刚只有那个跳台跳得很顺，可是他最后没有站起来。唉，大家看看今天的有块吃刨冰，这真的是刨冰。台湾吃到的刨冰就是涨价。
手先带，漂亮。Good 啊，没事没事，跳过一个草，跳。好，走，对了，反跳正跳，走，反跳，压鞋舌，刹车，没事，走，压鞋舌，准备跳了，刹车哦，对了，稳定刹车，先刹好，再刹住，还没。蹲，漂亮啊！哎，真是很恐怖，但是有感觉就是很稳的飞起来。对，等我一下哦，我去中间转。对了啊！你撞到树了，然后边边也有可以跳的，等下去站给你们。前面会有刹车，刚刚练习的。刹车 ，B check， 对，再来 B check。好，打直板。好，准备蹲。没事，好蹲好。漂亮！哎呀，可惜站前脚，蹲好，蹲。哎呀，刹车，好，准备走，蹲，压鞋舌，不要太快，刹车，然后准备踩。有了，YK 来了，对，很好，别怕，站直，对，上半身站直一点，对，上半身站直一点，对，压那个鞋舌，上半身站直，对，这样好，对，都没有人，你安心滑，哎呦，小心。哇哦 ！Speed check。哇哦！失败啊！最后下山下面了，我们最后一 run。水池，噔，现在回到民宿的干燥室了。现在锁一下板，然后回房间分享一下今天上教练课的心得结论。好了，现在终于回到房间了，那我就要来分享我这次第一次请滑雪教练上课1天的心得。稍微整理了一下，大概5个重点可以分享给大家。首先第一点就是原来我的鞋子，我滑了2个雪季了吧，2023年滑到现在，2026了，鞋子一直都没有穿紧，就是我鞋舌那边我在拉那个绳子的时候拉得不够紧，就算我不好最后转紧了，鞋舌跟小腿骨的这个空间是有点松的，这就会导致我在滑行过程中要偷赛的时候压到鞋舌，再把力量传到鞋子的这个速度是非常慢的，推很大力才会把力量传到板子，传到刃上，这样就会影响到我的表现嘛。穿紧之后，我就立刻感觉到，滑行好像变顺了。加上教练还有发现我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就是因为我新买的 binding， 它前面的那个 strap 是有点怎么扣都扣不紧，然后我对这个装备的东西也不太熟，他立刻就帮我发现，这个装备要把前面的 strap 往前挪1格，那个 strap 才能拉紧。那这个如果不是有教练在的话，我可能要花一段时间才知道，原来这个东西是可以调的。第二点就是我们每趟滑完在搭 gondola 的时候，他就会给我们一些这趟滑行的
的小问题，另外会教我们很多关于滑雪这个运动的一些知识，板子是怎么作用在雪地上的，我们人穿着鞋子怎么对板子施压，怎么样好进弯，怎么样才不会跌倒，提升你对这个滑雪运动的认识。当你对一个运动认识的越多，你的表现也会越来越好。第三点也是我觉得很多人应该也跟我有相同的问题，就是喜欢看网络上的教学影片或者文章，然后学一学，想说来雪场就能做的跟影片上一样，结果每次到雪场就会忘记怎么做，就算停下来在旁边看一看，再上去做，发现做出来的跟影片都不一样。然后这个时候有教练就会不一样，在每一个你有动作可以修正的同时，他会在后面出声音跟你说，你立刻就能调整。所以你在每一次换刃，你都有人在后面 cue 你就会知道你现在做的是对的，你现在做的是错的，立刻就能修正。可能1分钟的滑行，你就会进步很多。第4点呢，就是有教练带，他会带你去跑这整个雪场能玩的地形，能跳的跳台，能走的墙壁，跟你说哪一个雪道好玩，然后滑符合我们现在能力的雪道，等于有一个在地领队导游带着你滑，整个过程你会觉得这个运动很好玩，而不是纯粹在练功的感觉，就是滑起来非常的自由，非常有弹性。那最后一点呢，就是教练会帮你拍好看的影片，我就把我的360相机交给他，然后就会帮我们录下所有的英姿。像我之前就一个人拿着360在那边滑，那360大家也知道，你的重心就会不一样嘛，尤其是新手或滑行能力不够好的时候，不太建议拿360，因为就会影响滑行很多。把相机交给教练之后，我就很专心的练习我的滑行，这个时候教练还可以出声指导我。然后以上5点就是我今天上课一整天下来的心得，今天也在一整天的过程中，把我自己练滑雪这几年来的各种疑问都一次问完，感觉对滑雪这个运动有了更多的认识，突然觉得还有好多东西可以练习。我觉得请滑雪教练真的非常值得，虽然不便宜，但是可以保障滑雪学习过程中的安全，还能帮你拍帅帅的照片或是影片，然后因为熟悉雪场，也能带你跑各种雪道，最重要的是能更快的带领你进入滑雪的世界。像我就觉得自己练很久了，卡到一个瓶颈，这样好像滑雪的时间1年也没有很长，我好想要去更多更大的山去逛，但是滑行能力不够的话，好像就没有办法去挑战什么欧洲的大雪山啊。那请了一个教练，就能更快的让你用最短的时间、最有效率的方式，让你滑行能力进步，对滑雪这项运动有更多的认识。建议大家有时间、经济上也可以负担的话，真的要请一个教练，可以获得更多滑雪的快乐啊！希望大家能跟我一样体验到滑雪的乐趣。好，那我们下集见咯，拜拜。结果今天一早起来，脖子好像拉伤了。昨天练跳台的时候，感觉有几次摔出去的时候，有这个边甩效应吗？今年滑了这么多天，好像第一次这样。哇！你看，谢东你打羽球2个小时都不会这么喘，来听他的喘息声。这是紧张吧？好烂！干，怎么到我这里了？好，我会闪哦。哎呦喂，会闪过！各位，这是我的新雪衣，免费的哦。你看这个牌子，大家知道吗？是什么牌子？知道。知道。便宜货，便宜货，对吧？应该可以买你的10件。这件是送他的，这件是他的。好啊。其他新雪衣，好看吧？好看吧？对，还是不错啊。贵
这男人疯了。我今天是摄影师，透露一下，这一台大概多少钱？差不多1万块台币。哇，要在这个相机前要先喝酒，对啊，这样比较不怕摔倒。嘿，哈哈哈！你在笑什么呢？在笑什么？我就跟他说飞跳台啊，谁知道他在那边停下来？哎，好恶哦！哇，封你啦！